穿越这浮夸的世界，期待重新裂变的力量。反转中溢出这愤怒，足以燃烧崎岖大路。幸福从来没有日期，感动或伤害只会更坚强。寻寻觅觅，追踪真相，引领前进方向，始终都是你。Keep running， 答案就在前方，不能退缩，不想设防。Keep running， 秘密就在心中，沉浸思念，危机相同。风暴撕破天空，不再可控，眼看脆弱融碎，滑向大海。只有你，只有你，只有你为我定义。我要将自己不和谐的夫妻生活所挤压的怨气，化为为国家民族破案的无穷动力。升堂。婶子啊，你看这几个和尚嘴硬得很呐，绝口不承认他们是见闻于党。你看，叔叔，你别着急呀，我马上让我的队员出手，保证把他打回原形。龙子区，上。哦，阿弥陀佛，诸位大人，这位秀才，贫僧实在不晓得什么见闻于党的事，听都不曾听说过。呸！死鸭子嘴硬。阿祖，祖国需要你的时候到了。上。大人，师父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《金刚经》有言：若3000大千世界中，所有诸须弥山王、如是等7宝具，有人持用布施，若人以般若波罗蜜经受持读诵，为他人说，于前福德100分不及1，百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术譬喻所不能及。何解？你妈了个！要问咱家这个问题，咱家自己自杀算了。福至无比分，须菩提，贫僧不可解，解了便错。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然否？僧法佛三宝，当然一切法。师父，可有问难？不必，施主，贫僧不是开坛讲学，何必问难？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诳语者、不异语者。师父，看来你不是真如来呀！龙子区，好样的！耶！回来，你不愧是优秀的敢死队队员称号的获得者。叔叔，他不是真和尚。哇，原来你还懂佛法。杨秋池，咱家真是服了你了，五体投地。贤侄啊，你真是天赋异禀啊！不过那和尚念的佛经里边，你是怎么看出里边的漏洞的？很简单，因为你的假不掉啊！
哎，奇怪，这秦妹妹什么东西都没有带走啊，怎么人就突然消失了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会不会是被鬼呀、怪啊的捉去了？不可能，这按照你的说法，那根本就不符合老娘的老公倡导的科学精神呢。哇！我刚才瞬间被你险些消失啊，有木有？有本事你们就杀了洒家！你知道我为什么怀疑你吗？刚才马哥哥说要杀掉你们3个人的时候，另外2个人紧张的要死，只有你一个人表现得跟没事人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表现得跟中国表演艺术家一样。我看过古装戏，这胡子一看就是贴的，假的就是假的。你们谁认识他呀？您就是当年伪帝朱允文身边最红的大太监王府，失敬失敬啊！知县大人，来看，不是，洒家不是。我没看见。下边都没了，还说不是？你妈了个！当年差点被你近身入宫，咱家忘不了你呀！哇靠！哇，马哥哥，你还有100年不遇变人妖的机会呀！此人是建文余党的核心之一。这样好了，当立了大功了。马大人，将此人暂时押至死牢如何？张龙赵虎来了！好你个建文余党，差点毁了人家的容貌！我打！哎，请问，他现在可是朝廷要犯，不可造次。不得鲁马！老坏蛋，你等着，日后我再找你算账。走，哼，走，胡仙儿啊 ，yes， 惊喜逐渐升级，有木有啊？胡仙儿哥哥，你可露出马脚了。洒家从来就没有冒充过什么狐仙儿，你这人行了，我可从来没有说过冒充狐仙儿这么一说，是你自己说漏嘴的。马哥哥，我觉得胡三和谢寡妇被自杀一案，宋云儿被绑架一案，白素梅一案，我觉得可以合并了。咱家也别洒家了，这洒家都已经臭了大街了，改第一人称吧。哎，咱家还是觉得咱家比较习惯呐。哎，行，随你吧，开始审吧。咱家该怎么审？马哥哥，这家伙可差点弄死我，还绑架了我们队的队员宋云儿。我觉得你可以秉着公事公办，私事更应该公办，特别有理，特别有力，用心的对他动大刑。你妈了个的，动大刑！哎，等一下，把他鞋给我拿出来。杨弟弟，你还有这嗜好？当真奇怪，适才大堂之上，那逆贼并没有露出任何马脚。队长，你是通过什么蛛丝马迹发现他就是狐仙啊？是啊，他绑架过我都不知道。哎，哥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的脚印儿。脚印儿？哎，队长，那他这鞋有何不妥？有，太小了。小？这么小？对啊，就像3寸金莲一样。你不觉得他那么小的脚和他庞大的身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？我当时就联想到他应该是一个高手，武功高手，轻功高手。轻功？
感觉。我突然联想到狐仙的体重，我一直以为狐仙是个女人，因为只有女人才有那么轻的体重。结果我错了，因为轻功高手也可以留下这么清浅的脚印儿，所以我就试探性的叫了一声狐仙儿，没想到狐仙人妖哥哥就上当了。哇哦，果然，啊，真的啊，这么小。跪下！马哥哥，我看你对他实行的 SM 非常有品味啊。你妈了个！咱家已经把他武功给废了，很棒啊。没错，就是他，他就是假扮狐仙的人。是，咱家承认便是了，一切事情都是咱家自己做的。假扮狐仙的是你？是。假扮狐仙绑走宋云儿的也是你？是。带领人追杀白千种千金白素梅的还是你？是。奸杀白家小妹的也是你？是，一切都是咱家自己做的。胭脂啊，你太棒了，我太佩服你了。哎，这样一来，这2个惊天大案一下子全破了。队长，真是包青天在世啊！哥，太给力了！耶！耶！如此一来，我等4大恶人敢死队必将名留青史，可喜可贺啊！着实给力。别说给力不给力，我要说的是且慢。且慢。王福根本就是一个丧失了性功能的残疾人，他怎么可能奸杀白小妹呢？或许奸杀未遂。现场法医鉴定不支持你的推论，这有2个大问题：一，王福的血型和以前证据上的血型配不上；二，发生纵火案的时候，王福已经被关在衙门里了。不给力。不给力，我一时半会儿也给你们解释不了血型这个事儿，但是他确实不给力，我也他妈希望是王福干的，我还想知道他是怎么奸杀的。马大人明日启程，押送朝廷重犯反贼王福进京。胭脂啊，马大人，升官发财指日可待啊！亚贤弟，这次可多亏了你呀，咱家。哎，那个马大人，宋叔叔，我觉得此事还得再慎重一些，要不然让我再深情地审问一次人妖王福。哎，不，依照大明法律，朝廷重犯即刻押往京城，不得有误。大人，秦姑娘和她父亲已经有下落了。哪儿呢？寻找他们家了，只是秦姑娘的父亲在数月前已经亡故了，秦姑娘尚不知下落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那我怎么还见过他，跟他说过话呢？难道他满血复活了？这林家的秦姑娘真是命苦啊！前些日子找了个男人，不曾想是个下九流的混子，尤其是好赌，说是因为这把秦家的财产输了个精光，给人弄得家破人亡啊！我想问一下，那个混子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？记不清了，啊，就知道他姓杨。这个狗杂种，呸！真不是个好东西。请问大爷，您可知道秦老爹葬在何处啊？哎呀，都是穷人家的，还不是一卷破席子？哎呀，这荒山野岭的，随地一埋，谁知道葬哪儿了？真是可怜呐，可怜！哎呀，谢谢大爷。可怜呐！哎，你怎么不走啊？哼，哼个什么劲儿啊？龙某鄙视你，那不是我干的。哎，我倒想问问，到底是谁干的？
荣子虚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我不是这儿的人。行了，我不听你这一套，躲我远点。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我？你这样，你把人家秦姑娘劝回来，好好对人家，我才相信你。我不就是这么干的吗？要不然我过来找她干嘛呀？行了，咱们俩分头行动吧。你去私下相邻，再去问问秦家的事儿，再问问我以前的事儿。我告诉你，没问清楚不准回来啊。行了，分头行动吧，走吧，走了。该怎么找啊？巡查秦老爷安葬之处，这是为何呀？因为爱情。爱情？有人吗？哎，有人吗？大娘，哎，您可知道秦姑娘秦家的情况？秦家，我们这里啊，倒真有家姓秦的。小伙子，到里面去问问吧啊！好，谢谢大娘，告辞了。哎。芷若，你去哪里了？芷若，杨大哥，杨哥哥，杨大哥，杨大哥，杨哥哥，那个秦老爹的坟墓，我们已经帮你找到了。爹，女儿来看您了。是女儿不孝，遇人不淑，害你被杨秋池气得一命归西。女儿不孝，没能杀了杨秋池那个狗贼，是他害得我们家破人亡，害得您和女儿阴阳两隔。女儿不孝。剩下的话到下面再跟您说，到下面再去孝敬您。女儿这就下来陪您。住手！你别过来！你要过来，我就杀了自己！芷若，你冷静点，有话好好说。你放开，把刀给我，放手！你知不知道我多想把你碎尸万段，千刀万剐？芷若，我没有想到以前的杨秋池对你和你爹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。芷若，你别这么委屈自己。如果真的有错的话，是以前杨秋池的错。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爹他已经死了。你爹是死了。你爹如果在天有灵的话，他一定希望你好好的活着。芷若，你不能这么惩罚自己。爹，如果真的有一个人要承担的话，那就。
公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我没事儿。有没有好一些？芷若呢？快过去。芷若，芷若，娘，要不咱们先出去吧？好，我们先出去。秋池，伤口还疼吗？不疼了。你何苦如此呢？我该，这是我该还的。芷若，你不会再走了吧？你不要再做傻事了。你不会再走了吧？答应我，我会。你原谅我了。你会想吗？偶尔还会想我吗？爱情故事主角已换作他，对我没说完的情话，没有结局的童话。我想我是时候蒸发，把幸福筹码都留给你和那些照片留在心里的画面，你现在是否还能想起昨天？为什么对他比我好一些，让我一个人度过寂寞的夜？是时候